Hello，大家好，我是天皮，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世界的视频了。上一期我们是来了一波机械集群迫击炮，把它这个给封住了，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啊，没做什么视野上的处理啊，导致现在呢剩了一些机械组啊，这些机械组想处理也不是不能啊，但是可以暂时先不管啊，这万一有袭击从这边来，我们还能赚一点啊。这个真的等到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处理也来得及啊，所以就让他们在那边晃着就好了。另外呢，就是来了一群泥人老哥，我们俘虏了2个这个囚犯啊，其中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啊，这个他拥有这个坚韧的这个基因啊，是我们后边转化成食尸鬼的绝佳人选啊，泥人种加坚韧啊，是食尸鬼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啊。因为泥人种呢，它天生自带这个皮氏啊，这个皮氏基因，痛觉动感倒是无所谓，主要是这个皮氏。如果之后能再给他来一个不可阻挡的那个基因啊，这个。食尸鬼就非常完美了啊，这还有擅长近战啊，再加上他本身的这个格斗属性也还可以，也还不错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人啊。那另外这个呢稍微差一点啊，他因为他没有皮氏基因啊，但是他脑子坏了，没有办法把他转化成我们自己人了，只能先当血包用着啊。这是这里啊，那这一期上来呢，我们几个事儿啊，一个是呢，想跟大家讲一讲在边缘世界里如何去挣钱啊，如何把我们的袭击快速的转化成财富啊，财富呢再快速的转化成我们的战斗用品和战斗道具啊，来帮助我们利滚利啊，这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当然，我们这一期可能不一定全都能做得完，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们先把理论说下去啊，大家可以参照着这个理论的去这个想办法自己去挣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把这个阵地给它打造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几把链式了，4把链式，再加上2把威力不错的枪，其实好像还有1把链式，是不是？我记得好像还有1把，没准有人身上有2把啊。4把也没关系啊，4把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阵地的一半啊，先给它画出来啊。这个阵地的一半呢，能站多少个小人呢？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就多站呢可以站少站6个啊，多站8个小人都是可以的啊，有8个射击位啊，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成型了，可以把这半个阵地出来。这半个阵地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绝大多数8万财富值以下的袭击就都可以轻松的应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几个重点啊。我们先让他们稍微的发展一下，我们在这个囚犯的这个屋子里啊，放一个这个什么吧，大理石，这是个大理石的单人床啊，极佳的大理石单人床。那把这个搬过来吧，这个的休息效率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它对于手术是有品质加成的，所以我们优先把它搬过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容炼器给它关了吧，因为它占的电力太高了啊，导致我们家里有一些用电器都没电了，我们先把它给处理一下。然后呢，这边我们上一期救回来的这个人啊，我们给他吃这个最高营养膏啊，看着点儿，等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大于50%啊，意识什么的恢复到7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让他走掉了啊。他现在好像还走不了啊，能让他走掉就让他走掉，不让他在家里吃干饭吃白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做几个床啊，看一下这个床的位置怎么摆啊。这里肯定是可以，这边再摆一个也可以啊。先再做几个床啊，给我们的殖民者小人啊。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改革点数啊，马上就可以。哎呀，不想留他，他还感染了。别给他吃这个干肉饼啊，最高营养膏就吃干肉饼吧。我们管制一下方案啊，这是我们旅行的装备啊，旅行的食物啊，这些都别给吃。好，先给他治一下啊。哎呦，可能得给他点药啊，不给他药这不白治了吗？可能得给点药啊。然后研究项目我们继续走啊，高级的研究室我们也得在这一期造出来啊。其实我们有了死眠的小人之后，因为我们有机枪塔了，有3个机枪塔暂时够用啊，所以先不着急研究啊，我们先把死眠设备研究出来啊，好方便取枪节之后用。哎呀，很多事情需要干啊。要干的事情非常的多，然后把这边设成医疗专用啊。然后呢，这个是吧？泥人老哥啊，他一旦去越狱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啊。而转化成食尸鬼，首先食尸鬼转化是需要我们在研究里一项的这个科技里
把这个食尸鬼植入的这个给它跑完，我们就在手术的这个选项里就有食尸鬼转化，它需要30个活体和1个超凡黑暗碎片啊。超凡黑暗碎片我们之前打这个异象的生物掉过一个啊，这个是必需品啊。然后呢，这个食尸鬼转化之后，由于食尸鬼它拥有的这个再生超乎寻常的这个特性，导致呢它即便器官少了，它也能长得出来啊。所以食尸鬼呢，它是并不需要全手全脚这个去活着的啊。我们想要转化成食尸鬼的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先把它的是吧？你除非是你转化完了立刻就让他上场这个去打仗，否则你给他1天到2天的时间，他就能把他失去的这些器官都长回来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价值先给它利用起来啊，再去考虑把它转化成食尸鬼啊。包括这个小人也是一样的啊，主要是这个泥人老哥呢，他在这个监狱里啊，他一旦越狱的话，他不太好抓啊，他一旦那个啥起来，我们很难去把他这个给他制服。一旦制服呢，有可能因为他有这个痛觉钝感啊，他倒地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死了，很容易死人啊。所以我们优先还是先把它处理一下啊，会比较好一些啊。所以这边给他配了个极佳的医疗床啊，也是为了做手术用啊。这边来了个部落的战争商人啊，刚好把就是这帮袭击来的这些破东西卖一卖啊，破武器什么的，这个消防背包可以卖掉，没有什么用啊。这个风雪大衣我也卖掉，可以稍微换点钱，然后把他们的草药我全都买下来了，其他的就不要了。然后呢，我们殖民地的这些小人，我们也是时候给他们去改一下名字了啊，因为不太方便我们去记忆他们每个人都是什么特性啊。许香琴是第4个加入我们的啊，香琴这个名字还不错啊，就给他改一个姓好了，因为他是血族啊，所以叫做血香琴啊。李初瑶是第5个啊，第5个我们的小人啊，他是未来我们的手工专家啊，因为这个手工双火，而且出池很高啊，那我们就叫做产出瑶好了啊，他以后是我们未来的产出啊。赵一涵啊，赵一涵他就差了一点意思啊，是我们的射击专家，但是只有社交比较厉害啊，研究也不是很行啊。其实但是艺术比较不错啊，那我们就给他改名字叫做，这是我们的07啊，他叫赵一涵，我们就给他改成射一涵好了啊，是我们的射击专家，再加我们的艺术达人啊，叫做射一涵。哎，好，这样我们的小人就都命名好了啊。这里呢，我们因为把这个干草搬到了这个冷库里啊，之后就让我们的这个牛待在冷库里好了。有的动物它是有一个最低的这个适应温度的啊，但我们的冷库温度没有这么低啊，10几度它们完全可以啊，就把它养在冷库里，然后把这一块的这个空间呢就划成不是我们的这个居住区，因为这里放了屠宰台，会有血污，再加上动物在这里会有污染啊，所以就把它划成这个非居住区啊，就不用来打扫了啊，其他的地方是我们的居住区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墙体拆开吧。我本来是想把这里再封一下的，但是我发现温度是压得住的啊，既然压得住，我们就直接给它封死好了。这边有一个顿悟迁徙豚鼠啊，豚鼠是这个环世界里边豚鼠皮是一个属性很高的这个皮啊。无论是价格还是它的属性啊，高达5银的市场价值啊。我们一般来说正常的皮革都没有这么高啊，人皮算是比较高的了，也只有4.2银啊。而我们一般的像是这种豹皮什么的啊，只有3银啊、2银的这种啊，所以豚鼠皮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皮啊。这波是吧？虽然又会暴涨一波财富啊，但是没有理由不赚这笔钱啊。
哦，毒物虫灾，这里终于发生了啊！每次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垃圾啊就扔在这个边缘的角落里啊，就是为了这个毒物虫灾啊。这个毒物虫灾呢，在游戏设置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不改的话，每次当我们的这个有毒垃圾它爆开啊，因为耐久降到低，消融了之后，都有概率触发地表的这个毒物虫灾。这种已经被污染的土地是不会这个有什么变化的，只有当这种垃圾袋啊熔爆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毒物虫灾啊。这个毒物虫灾呢，你也不用太去这个在意它。你如果小人不去经过它呢，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路过的人啊，经过它，它是不会醒过来的。我们现在呢，就转而把我们的这个垃圾区往旁边移一移啊。这里地下呢会长出很多虫茧来啊，我们看着点啊。好，长了啊！这边虫茧就长出来了，然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被割让的领土的土地又大了一些啊，这边又大了一些土地的面积，需要被割地赔款了。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区1的范围啊，把这里也给它取消掉，而且也不要在这个附近再去扔垃圾了，我们换一个片地扔垃圾啊。那这个虫灾呢，之后当这个方向来袭击的时候，就会是我们防御国门的一个方案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坑我们的，比如说商队从这边来了，当然商队还好，他会跟商队打起来，我们就顺势把这个虫灾消灭了。最怕的是那种1个2个的旅人啊，从这里经过，把一个虫灾给唤醒了，这个就比较讨厌啊。这个时候如果一旦被唤醒了，再加上没有袭击来的话，我建议优先先去把它处理掉，不要让它留在这儿，因为这个虫茧啊是会不断的繁殖虫子的，到后边规模大了就很难处理了。我个人是不建议就是大量的去养虫子的，后面也会很卡啊。所以呢，推荐大家如果后边真的起来了，就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啊。还是那句话，机器人来是无所谓的啊，所以机器人可以啊，但是人不行啊，人不行，我们又就割让了一片土地啊。然后我看这个好兄弟家的这个货物快刷新了，我们刚好呢从这个身上拿了一点东西出来啊，再加上我们家里现在的东西很多，看一下财富值6万出头了，我们需要出去稍微的冒一波啊。这波水稻收获之后呢，我就转而种玉米了，这个节省我们的小人的工作量，玉米的收获周期更长。有了一定保底食物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转而收获玉米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把这部分布匹啊，给它转化成财富啊。那这里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把这些收获出来的布匹，无论是动物的也好，还是这个人的也好啊，这些皮革想要转化成财富的话，需要怎么做是比较划算的啊？这里我们还是做一个钢铁的啊，木的我们现在太缺了啊，钢铁我们去挖就好了。我们先去把这个铁挖回来啊，造好了之后给大家看。哦，这边来了个流浪者啊。现在的游戏版本里，在我们的意象 DLC 里啊，有概率来应该是10种吧，特殊属性的小人啊，10种还是10几种，我不记得了啊。他们呢，要不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要不就是带有那种红色字体的词条啊。这个转化钢铁呢还可以啊，它可以对所有的钢铁物品使用啊，然后可以在这个地上把它转化为更有价值的材料，比如说玻璃钢，比如说油矿，比如说这些东西啊，但是很难转化成金子啊。它这个东西的 CD 呢20个小时啊，怎么说就算是一个不太厉害的一个属性啊，所以这个人呢可留可不留啊。但是这种人呢，他一般都是要不是流浪者啊，要不什么交易者啊等等种种的身份吧，来到我们的殖民地里会头上带一个问号啊。这个时候呢，不要去拒绝他，拒绝他会直接敌对啊。来了个热浪，热浪，我们把这个空调给这个房间补一下啊就可以了。主要是奴隶的那个屋子可能稍微那啥一点啊。钢铁又不足了啊，那我们把这边也给它补一下，看看哪一边是室外啊，我稍微看一眼。哦，这个地方在阵地里啊，最好不要把它补在这个位置，补在这个好了啊。然后这边我看看啊，这边是种植区啊，会那个好一点，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好了。
好，那小米呢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意向 DLC 里边的这些古怪外来者的可能性啊，以及他们的一些后果啊。小米在这里又做了一张图啊，也列了一些表格给大家看啊。首先，这种古怪外来者呢，一共有8种不同的人的种类啊，他们的身上呢可能会带有10种啊独特的一些只属于古代外来者才有的一些特质啊。然后呢，他们可能会产生7种不同的后果啊，我在这里都有列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表格看，我的这个数据呢来自这个官方的这个英文维基百科啊，喜欢的小伙伴呢也可以自己去查啊。那这个呢，这些外来者里边呢，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皮衣怪人、流浪者和永恒之人，他们就是什么可能性都有啊。他们只对年龄做了限制，就是代表着他们会在这10种特性以及7种后果里随机选择啊，是什么都有可能啊。但是有一些也比较好判断，比如说暗黑学者啊，暗黑学者呢，他排除了金属怪形和器官腐烂的这2种可能性啊，是比较好的，我推荐去接收的这个小人之一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盲眼医师，他一定绑定异常医术啊，异常医术算是这10种特性里面最强的一种了，所以这里也比较推荐啊。那小米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10种特性都是什么。这10种特性里面呢，其中有4种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一些正面的特质啊，在这边我给大家列了。包含这几个啊，然后呢，还有这几种呢，6种呢是我们的一些特殊的能力啊，其中5种吧算是特殊的能力，算是一种特殊的技能。死亡回避呢，它是健康的一个属性啊，就可以理解为免死金牌啊，死了之后还会复活的一个次数啊，共同这4加6共同组成了这10种可能性啊。但是除了这10种可能性呢，我们这些古怪外来者身上可能还会带有2种特殊的负面特质，也是红字的这种特质啊，负面特质也是这2种，这个是随机的，所有的外来者身上都可能有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10种特性啊，会这个以一定规则的组合在这些外来者身上。那这些外来者来了之后呢，会在接下来3到30天内产生以下7种后果啊。最简单的就是什么也不发生就离开了啊，或者呢就是没有后果，就是安安稳稳的就留了下来，也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啊。这2种算是比较好的了。那还有可能背叛啊，那一旦发生背叛呢，他可能会召唤以下3种形式的袭击：普通攻击啊，就是他自己背叛了，或者是召唤血肉兽，或者是召唤隐形魔啊。那接下来呢，他如果这些事儿都没发生呢，他身体里也有可能潜藏着一种叫做金属怪形的一个异象实体啊。这个实体呢又被称为狼人杀，这个实体是会传染的，传染主要通过这个饮食，比如说他做饭，比如说这个他给囚犯喂食，再比如说这个医疗啊，比如说他去做手术啊，他就给别人治病啊，这2种方式来传播啊。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如果你的殖民地里来了这样的人，尽量避免让他做这2类的工作。然后呢，他身上还可能带有3种的这种不良的反应，会在持续的后面的3到30天之内出现啊。比如说心智崩解啊，比如说心灵痛苦。心灵痛苦类似于一个范围伤害一样，它不但能让自己痛苦，周围的人也会受到这个心灵的惩罚。还有这个器官衰竭，就是多器官衰竭啊，如果你想救他，你只能给他换器官啊。这就是这些小人带来的一些正面和负面特质啊。所以这种人呢，究竟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先存一个档啊，而且存一个档没坏处啊。首先我存个档，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人跟他聊一下，谁去都是无所谓啊。然后就会有几个选项，如果选2和这下面这2个就会直接敌对啊，不建议这么干。我们先让他加入啊，允许他加入，但是需要注意，他跟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啊，他这个不适应我们的文化，所以肯定是要洗教的啊。那既然要洗教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一个手术啊。手术这里呢有一个选项啊，叫做这是意向 DLC 才有的，叫做外科检查啊。我们就可以用药物呢对他进行外科检查啊。检查呢就有可能可以发现他身上存在的这些不好的事儿。你看他穿的这些破衣服啊，破衣烂衫，这人其实我一点不想要啊，属性也不咋好。希望他身上有点啥不好的东西，我们直接给他处理就得了啊！你别上来穿我的这些东西，行不行？穿死人的没关系啊，把这个给我脱，把这也给我脱啊！行行行，就穿你这破裤子了，带了个烟罐包，烟罐包无所谓啊。先不管他，先让他溜达一阵啊，一会儿。把这个里边的修养给他调到最大啊，让他一会儿去躺床上，我去给他做手术。我这刚准备进行文化改革呢啊，给我来这个事儿，烦死了！上来就要崩溃了啊！
哇塞，这放出去了可还行啊。但没事啊，我们整个外墙都围起来了，所以就变成整个外墙的范围都是监狱了啊，他就溜达出去。哦，我们给他搞一个睡眠点啊，没给他搞睡眠点是吧？搞个睡眠点，快去吧，好不好？不然还要越狱啊！你就是这栋墙给你打开了，你就觉得你出得去了是吧？给打死了，主要是。好，没死，好，没死好啊。好，他终于去休息了，赶紧让我们来进行外科检查。需要注意呢，如果他身体里边有金属异形的话，这个照顾他的医疗的这个人，给他做手术的这个人，以及给他喂饭的人，如果他去做饭的话，就会传染给所有人啊，就是通过饮食或通过这种手术啊，外科检查结果出现了毒素积累的早期迹象，让他远离毒源啊。这边是这么说的啊，我看一下，在健康这里。没有了啊！他现在处于麻醉的一个时间，骨盆破裂了啊！骨盆破裂随便揉一下就好了。然后呢，这里呢就说明他身体里是有一些健康隐患的，属于有健康隐患的这种小人。但这个人也不一定100%留下，你要看5-6天之后，他如果不离开的话，就是一直会在了。他有可能身体里有不健康的因素，但他也有可能会走的啊。然后我们呢，先趁着他麻醉的时候啊，我们先去打他一拳。这种异象 DLC 来的小人呢，当他麻醉了以后打他一拳是必定敌对的啊。你打对东西了吗？好啊，行了，打一拳就行了啊，反正趁着他麻痹，他就敌对了啊。这个时候敌对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他直接给俘虏掉啊。这边应该是没有睡眠点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该这个什么该去教化，该去洗教啊，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想要他呢，就直接把他清走都是可以的啊。怎么没有俘虏选项啊？什么情况？只有近身射杀、照料。哎，好奇怪啊！为什么不能俘虏他？我们直接把他带到监狱里会怎么样？这个空调放上去就21度就挺好的啊，热浪就是40多度嘛，40-50度啊，我们21度就算一个挺凉快的环境。啊，他还是敌对状态啊！哎，现在就可以俘虏了，抱一下就可以俘虏了，这么奇怪。行，那他现在开始就变成我们的囚犯了。我觉得吧，就别留啊。就别留，他有可能他会毒素累积什么的啊，乱七八糟的，再加上它的属性也不好啊，也不是很好。这个药嘛，哎，先留着当血包吧啊，先留着当血包。要不要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屏幕区留言啊，如果他能活得下来的话，后边我们再看，好吧？好，因为他的事耽误了1天的时间，我们现在赶紧来举行节日啊，我们要赶紧进行文化改革，好进行这个交易啊，好多东西在家里这个烂着啊，也赶紧拿出去交易。我们先来开这个节日啊。好，当这边啊，我们进行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直接加了2点，直接就可以文化改革了。但是先不急啊，先不急于去把这个改革点掉，我们先把后边的2个节日给它做完啊。这2个节日呢，一是可以招人啊，招人也是不错的啊，该是血包是血包，该是啥是啥。二是呢，还有可能加我们隔壁派系的一个好感啊，都是挺不错的。我们把这个节日给它过完。因为在进行文化改革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重置我们的这些节日的，所以不要浪费啊，就直接把这些节日都过掉。还有人加入啊，有人加入有点烦的啊，他万一从这个割地那边来，他活不下去的啊。行吧，看一眼他从哪儿来啊？前尊，哎，真从这边来，还行，他离得比较远啊。先看看他的属性啊，哟。
还可以呢，你还别说，木手稍微差了点啊，这手脚都不太好啊，但是属性吧，这几个词条起码很好啊，就可惜只能做制石啊，做制石也不错啊，我们家里还是挺缺能制石的人的。那行，那你既然来了，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啊，我们赶紧管制一下。家伙，这还进行了个枯燥的啊，没有关系啊，我们不管，我们直接开始点击这个文化的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文化改革的界面啊，选择改革。每一次改革之后呢，下一次的改革需求会增加2点啊。改革呢是可以添加魔音的，选择这里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个魔音。我们第2个要的魔音呢就是这个人类至上。人类至上呢解锁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啊，生产专家啊，也是版本答案之一啊，我们就把这个人类至上选上。然后呢，我们选择继续啊，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戒律的修正和修改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心灵仪式推崇这个戒律给它加上啊，或者等下一次改再加也行。因为如果6天没举行的话，会有这个心情的检疫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再加吧。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先把这个多元文化这里做一下修改啊。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因为前期没有过多的时间洗教，但现在我们是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文化，我们就可以给它改成强烈的偏见。所有人都一样的文化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所有殖民者有相同文化形态加3心情，并且呢还有一致的思想的这种加成，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职位里添加我们的这个生产专家啊。生产专家的这里呢，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衣服啊给它改回成衬衫啊，或者你把它删了也可以啊。衬不衬衫都无所谓。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把所有的社会节日就给移除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添加新的节日啊，在添加新的节日的时候，这些 CD 就好了。在刚开始这个落地的时候，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举行社会节日，因为它最简单啊。当到后边的时候，我们最好的节日是这个劲舞派对。劲舞派对完成，如果这个效果好的话，最高能加7点的发展点数啊，是最强的节日之一了啊。这个是最好做的，也是最这个实际的啊。中后期基本都是劲舞派对啊，我们就把这个劲舞派对给它弄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给它选成任意时候。现在呢，我们基本上人员已经比较容易了，而且我们有更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招人了，我们就把它全都改成附近派系的好感度啊。我们就用这个事情呢来跟我们的好兄弟处好关系啊，全用来拉友谊啊，尽快的让我们的好兄弟变成我们的真好兄弟啊。好，这些都改完呢，下面你看你有没有修正要改的？之前有小伙伴说怕来这个什么猎杀人类的猫，我会哭死啊，的确是有道理啊。那我们先暂时把这猫移了吧，后边等我们基地里养上这个圣兽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个猫加进来好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新人小伙伴还是别添圣兽了，万一来猎杀人类的圣兽是吧？就的确挺难受的啊。那我们就选择完成啊，这次改革就完成了，下一次就需要12点了。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别停啊，我们就在这里呢给它进行一个职位变更，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产出窑啊，赶紧就给它转成这个生产专家。生产专家呢，他也有很多工作不能干啊，比如说什么养殖啊、耕作呀、采矿啊，主要就是清洁搬运相关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受限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需要这个生产专家，非常的需要。所以呢，立刻就把他的这个职位给他转了。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参加这个仪式的。好，成功的职位变更，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个生产专家。
生产专家呢，他首先有一个生产命令的这个技能，他可以在附近的24小时内啊，在他附近的人有一个这个工作效率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 buff 啊。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看啊。然后我们现在还得给这个前尊做一个床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我们的生产专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台进行变现啊。这里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环世界里啊，最容易用这个皮草之类的东西啊。无论你是兽皮也好，人皮也好啊，这种皮质类的工具，这个材料去赚钱的衣物啊，应该如何来选择啊？假如你是没有这个皇权 DLC， 你是原版的玩家，我就推荐你做这个防尘大衣啊，你就知道答案就行了，原理什么的我这里会贴一些图片，感兴趣小伙伴自己去找啊，跟自己去看啊。这个呢是单位原材料的前提下价值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啊。首先我们的生产专家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小人他制作出来的物品能够提高一个等级啊。比如说我们原本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在制作和建造时有+1的质量偏移，比如说我们原本制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个良好的，经过它一偏移就变极佳，原本是个普通的啊，一偏移就变成了良好啊。所以它虽然看起来只有10级的手工，但实际上它的价值远比10级的手工高啊。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能提高这个物品品质的一个方案啊。那提高品质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我就不得不提一下边缘价值学啊。环世界里面的这个物品的价值跟什么有关？第一，跟这个物品所用的这个材料有关。比如说同样是一件衣服，它用布做的还是用这个超织物做的，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看一个合成纤维的衬衫，它价值是190银啊。假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其他人，我看有没有别人穿别的材质的衬衫啊。比如说他就只穿了一个布衬衫，他就只有38银。同时呢，这个东西还受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啊，品质会对价值产生一个价值的偏移系数，它这里是个极差的，自然就价值低，再加上它用的这个材料是一个普通的布啊，是价值比较低的啊，也会影响它的价值。这两个是影响价值的主要因素之二啊。还有什么影响价值呢？就是耐久度啊，这边是89%耐久的，这边是95%耐久的啊，所以耐久度越高，它的这个价值越高，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影响价值的东西呢，就是制作这个物品所需要的工作量啊。比如说同样是做布的衣服啊，假如说是工作量大的，比如说我们以防尘大衣为例啊，防尘大衣呢，它的工作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工作量呢高达，我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写啊，有167的工作量，它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它所以呢，即便是拿最普通的布做，它的价值呢也非常的高。那假如说我们如果只做一个布的，比如说做一个裤子啊。在这里看一下裤子的工作量呢只有27，工作量越低呢价值就越低啊。所以呢，以这个单位原材料它能产生的价值来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原版玩家，我就推荐你做这个防尘大衣啊。如果你是拥有皇权 DLC 的话，我推荐你做这个披肩啊。这是在没有科技的前提下，如果你有科技我们再说啊。没有科技的时候做这个披肩呢是这个单位价值里啊，它的单位材料下它的价值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物品啊。那如果我们再有科技的支持啊，科技指的是什么呢？在我们拥有了这个皇权 DLC 之后，在研究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科技叫做贵族衣物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研究了。如果你研究了这个以后呢，最推荐你做的价值最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紧身胸衣或者是贵族马甲啊。紧身胸衣或者是贵族马甲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女士的，一个是男士的啊，它的这个工作量首先非常的高啊，200的工作量，它俩的工作量我记得是一样的啊，200的工作量，价值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全这个用布能做的衣服里工作量最大的，所以他们的价值也最高啊。这个东西呢做的好处呢，一来是它价值高，二来是呢它可以锻炼小人的技能。小人锻炼技能呢，只跟他从事这项技能的这个时长有关系，所以工作量越大呢，他做这件事的时间就越久啊，他就能加的这个经验，在单位耗的材料下加的这个经验就越多。所以它是用来练级的不二人选，又能练级又挣钱，你可以理解为啊。但是如果你想快速的变现啊，你想快速的将你的财富转换出去啊，那这个时候啊，比如说你觉得现在财富太多了，你想快速把它卖出去，又不想直接卖啊，那这个时候我推荐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原版玩家，我推荐你做部落装啊。
不是婴儿部落装啊，就是这个部落装。这个部落装呢是这个单位的材料下，它的这个工作量相对比较低，但是价值比较高的一种东西啊，它可以用来快速变现。那如果你是一个拥有 DLC 的玩家呢，你这个解锁了这个贵族衣物的科技，我推荐你做这个褶皱啊，什么褶边礼服衬衫啊，它的工作量呢相对较低，但是价值相对比较高啊，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衣服啊。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用布制作的这个方法啊。那如果你的手工并不高，你的这个手工专家他不是手工高，他是建造高啊，也有这种可能性。那我就推荐你把这个东西做成扶手椅啊，在我们的这边做成真皮扶手椅。但是家具呢，一来是家具它有一个售卖的这个系数的减值啊，我记得好像是0.7，好像是0.7啊，我有点印象不深了。二来呢是家具它通常比较重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拿这个雕塑去卖钱的原因，因为它的重量一般来说比较重，不太好进行买卖啊，远没有这些衣服类的好买卖啊。这个也是一种挣钱的方案啊，也是可以拿这种皮革进行实现的。由于人皮呢是在这个游戏当中这个皮革价值相当高的一种皮革，拿来做这种附加值的价值是非常划算的。那另外一个啊，这个想再挣钱的，如果你像是你种的地比较多的话，你有比较多的这个精神液啊，你就可以考虑做薄片啊。薄片呢是这个单位的工作量下，我们能就是用这个成品品挣的钱，这个价值最高的物品啊。薄片啊，性价比之王啊！哎，做这个薄片，而且它比较轻而且什么样的商人基本都收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吧？哎，那如何挣钱，这边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啊。那这里呢，我们的科技还没有解锁，我们先做2件这个，因为我着急出去卖啊，我先做2件这个皮坎肩啊、披肩，我们先卖一下。这边皮革里我们就只勾选了这2种皮啊，这2种价值比较高的啊，豹皮什么的价值不太高，我们就不做了啊，只让我们的手工专家一个人来做啊。哎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放到地上啊，别人帮他搬运啊就行了。然后呢，这边其他这个刚好我们的商人也重新进货了，可以去了。这里刷新出来了一个圣物的任务啊，圣物任务之后我们来慢慢给大家讲，这是哪个 DLC 的？生物科技还是文化？我有点忘了啊，后期你补充一下。这是这个 DLC 内容啊，这个肯定会给大家完整的做一个的，我们直接接受就好了，这个没有时间限制。还没等我们出去交易呢，这边来了一个围攻啊，看一下敌人的手段啊。哎呦，还带一把狙，有点烦啊。围攻其实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解啊，但是有一个带狙的人有点讨厌啊。我们看看是谁拿了这把狙击枪，我们在这边敌人上这里找一下啊。是这个金乌克恩啊，是他拿的。射击等级还挺高，你还别说啊，这个任务会比较危险一些。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开始来主动袭击我们，虽然我们阵地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去主动的去触发这场袭击啊。找一下我们的殖民者里武器装备打得较远的，其实宿舍比较远，但是宿舍的准头比较差啊。那还是机械师去吧，我们让机械师去。第二去呢，要让他带上我们的这个错乱枪啊，看一下谁身上有错乱枪，或者把这个武器给他撂下来，让我们的那个射击专家去啊。他身上刚好是这个什么，但是他去最大的坏处就是，哎，武器让谁拿到？好家伙，还在你身上呢啊！他去最大的坏处是他的行动没有他方便啊，因为他没有跳跃啊。得，还是我去吧，他们哎，我好像不用去了。好家伙，我不用去了。哎，这是哦，这个地方刚才长的这个，我不用去了啊！我不用去了。我们看看能不能看热闹，把这场给直接解了。但是这样的坏处是，他们还没有走到既定地点啊！他们理论上围攻应该是走到既定地点，天上投射物资给我们掉下来那些迫击炮、炮管啊、什么铁啊、布啊这些东西啊，然后他们开始在这造这个迫击炮啊。然后拿迫击炮来轰我们，有点像是这个的袭击的感觉啊。但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走到既定地点就开打了，这就等于是亏了物资啊。我们这有点亏的，其实理论上算是有点亏的。
哎，这跑了啊，他们跑了。那虫子我们得把它们解决掉啊！虫子我们出去直接解决掉。虫子相对来说这里数量很少啊，也不多，我们也不难，我们就直接去解决好。首先呢，我们前排相对来说少一点啊，只有老大一个啊。如果前排多呢，还可以大范围的溜一溜啊。哎呀，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赶紧先把射击指令开。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老大，老大！哎，对对对啊，就这样啊，绕着啊，就是你，如果你有一个移动速度很高的前排啊，像我们老大的话，它有基因的加成啊，所以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高啊，高达5.5格每秒啊，基本上能溜这个环世界里绝大部分的敌人啊。你就最好呢，就是把它们团在一起啊，然后溜啊。当然，这个对操作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啊。但是我们由于没有阵地没成型啊，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人用的都是链式啊，在溜这件事上不太好溜啊，因为攻击距离太短了，手太短了，而且一旦进了以后呢，你看就会有敌人从这中间拖出来啊。这虫子比我想象中有点多啊，尤其是大虫子有点多，你看这边就拖出来了啊。大虫子我们得处理一下啊，这样不好弄啊，这样不好弄。看看谁扛在前面比较合适啊。我有点想让这个钱什么什么去啊，算了，还是让他去吧啊，让他去，把这两个人给撤回来啊，把这两个人撤回来。好，老大那边先拖住一些啊，我们这边赶紧先解决这里。好，后边的都倒地了啊，就剩这边了。好，这边的解决掉啊，去救一下老大。你们俩别站原地射啊，会射到自己人的。哎呦，老大没血了，老大撤一撤。最好别死还是别死啊！虽然吸血鬼复活比较便宜啊。好，这波就搞定了啊。这边还有一些敌人是吧？还有一些活人啊，我们看看救一手。5小时死。心灵迟钝的血居者，可惜不会挖矿啊。我现在缺挖矿人才啊，这些都比较一般。我看看有几个活人啊，这边是活人。哇，20级满级驯兽没有用啊！我现在财富又炸，哎，坚韧可以啊，可以，坚韧可以。虽然毛绒种它也有这个皮试剂啊，也可以啊。这个人要留下来啊。4小时后死亡，我们赶紧去救他。好，贵族衣物研究出来了，我们也做了一批物品了。明天我们就赶紧出去把它卖掉，再不卖我们的财富要压不住了啊，直逼8万就去了。希望最近不要来袭击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曲线啊，应该不会这么快吧？我赶紧要把这个财富压一压啊！这个囚犯现在也有点数量太多了啊，
一是呢要控制一下，二来是要可以转变几个食尸鬼了啊。我们刚好呢应该是有2个吧，我已经找不到了啊。我记得我有2个碎片啊，在这里啊，有2个抽完碎片，我们可以转化2个坚韧的人为食尸鬼啊。现在先不急啊，我记得囚犯是比食尸鬼的价值低的啊，就是食尸鬼它算价值的，市场价值465，囚犯只有100多啊，所以先不着急。又来神秘货物，好家伙，又来神秘货物，哎呀，接还是不接呢？麻痹毒弩可以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师级的还可以啊，接了吧？啥呀？这把又给了个啥呀？尸体，血香芹的啊，血香芹的，好，这个问题不大啊，不要把它去，我们要把它调查给它打开，然后把它搬回来啊，把它搬回来。这个要比魔方相对好处理啊，但是这个我们可能得留到下一期再说了啊。这边有新的研究项目，先把它搬回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屠宰任务先给它停掉，这个东西能不能屠宰？好像不能吧，我没试过啊。然后这边做这个什么可以给它打开？哦，只用扭曲的肉做，我们也用这个培根肉做一点吧，像培根肉很多啊，做一点这个粗饲料，要比直接吃干草来的划算啊。然后这边麻痹毒弩就来了，都让搬运机去拿好。什么？哪有连刷2个神秘货物的？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是同一个人扔的呗？奥雷利亚，又是奥雷利亚，你当我这是破烂市场的，又给我扔一个啊？如果是那个啥吧，我们就接下来啊。如果是魔方的话，我不建议把这个异常尸体跟魔方一起处理啊，就太难受了啊。止痛芯片，我们要钢血吧？要钢血，毒弩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得了啊。看这是啥呀？又给我扔一个。哎，是他可以啊，是他可以，但是他这个位置不太好呀。它这个位置不太好，我们先搁在这儿，先不管它。这个东西先不管它，问题不大的，等它复苏了再说啊。这个是最简单处理的一个尸体啊，它这个尸体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看看图鉴有没有啊？应该开了吧？还没开，对应的是这个啊，用的这个，对应的是它啊。等到拿回来可能才能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呢，你如果长时间放着不管它，它有可能自己复活的，变这个幽魂啊。幽魂比较烦啊，它比较烦在于它一是不好找，二是它比较难，就是如果第一次遇到的话不太好处理啊。但是它是这3个异常尸体里最简单的一个，因为你只要不管它，它就不会怎么样。你发现它快要变了之后，他会给你弹通知的，你去把它处理了就不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是纯送的，是最好处理的一个这个神秘货物啊。我个人觉得魔方是最麻烦的啊，然后这个异常尸体4只，然后那个什么最恶心啊？哎，是尸体呢？不是？这尸体这么快就已经找上它了吗？我看我血香芹在这儿啊，这个尸体我会不停的去找它的宿主的。不是我尸体呢？我刚才不是搁冰箱里了吗？啊，不见了，以前不管它，等它发作的时候再说啊。其实发作了就只跟血香芹一个人有关系啊，而我们血香芹是一个血族啊，相对来说已经算是好处理了。血族它的移动速度它比较有那个啥，比较方便啊。就比较难受的是我们血香芹它的移动速度没有什么基因的加成，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有长月下肢啊，所以比较好处理啊。我们优先把手头的这些钱卖了啊！我这一期真的是处理了好多东西啊。这边来了钢血啊，钢血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食尸鬼用。好，啥也别说了，我们赶紧出去贸易啊！现在就组建远征队。
要格外注意的是啊，当你派远征队的时候，由于我们这边有机械族守国门啊，你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你的远征队它的离开和它的回来都是从哪个方向走啊？如果它往这个方向走呢，我们就要改变一下策略。据我自己目前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它从哪个方向走，跟你去哪个方向贸易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去往上贸易啊，我觉得它从上面出图的概率高。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准确啊。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它要从这边上面走，哎，批发贸易商，可惜方向不对啊。哎，那我们要不出去了，让批发贸易商来交易也行。批发贸易商收不收衣服啊？我不确定啊。我们先看看他从哪边走吧，先看他从哪边走啊。一旦他从上面走了，其实我们也有方案去应对啊，也不是不能应对。我们先看他从哪儿走啊。哦，他从右上走啊，好像是啊。哎，他从右上走。那假如说他这回不是从右上，他就想从左上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解除远征啊，把这远征队解散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重组远征队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可以考虑先往，比如说往相反的方向派一个远征队，然后先让他出这个图，然后我们再改变他的方向往上走，就可以绕过这个守国门的人了。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也欢迎去分享啊！因为我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啊，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好的处理方案也是有可能。哎，打起来了！我刚才还在遗憾啊，这光顾老哥不行啊！啊，这帮部落老哥一个机械族都没处理了，全死了，被血虐啊！被血虐。要去追出去了啊！就是他们是不会主动往我们的殖民地进攻的啊，他们都在这个火炮的范围内啊，我们也就不救了吧，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惜的要啊，死了也就死了，问题也不大，不管他，不管他们，继续这个抓紧我们的发展。我们现在第一要务是攀科技啊，我们现在缺零件啊，出去赶紧买一批零件回来。然后这边不再种水稻了啊，还是改种玉米啊，先别让它播种啊。换作物的时候，优先把这片地收完啊，收完了之后，再去换作物啊，否则这个它直接换的话会没有产出的啊。这边死棉设备也好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是这个运输舱啊，运输舱一条线，然后深钻井记者怎么样移一条线啊，这两个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科技走向啊。我们先把精炼系统走了，这是运输舱的前置啊。好，我们的设议函到了，我们来贸易一波啊。这边有24的交易系数还是很高的，看买点啥，可以考虑再买一头驴回来啊，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驮运动物。把这些卖掉，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波能挣多少钱啊。这边是刷新过的，我们首先把这个零部件看看脱空要多少钱，50这个2000多啊，2000多，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动物脉冲发生器不用啊，这个跳跃背包我还是挺想要的，但现在先不急吧。是盲脉冲，这两个卖掉。动力爪一般啊，动力爪肘刀我们不用近战啊，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用处不大啊。这些先都卖掉，手榴弹留一个啊。火铁的仪式面具没有什么用。羊毛仪式兜帽，一直没拿到护盾背包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价值啊，看一下我们这边一卖啊，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还赚很多，所以有了一个生产专家之后，真的是价值往几何倍数的翻啊！没有任何很好的武器啊，武器都很菜啊，都很菜。那我们就只买一些日常的东西啊，买一些啤酒回去调节一下小人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这个脱空医药我们都拿走啊，所有零部件脱空，然后化合燃料可以买了，其实中性胺也可以买了，中性胺只有70个，有点少啊。买这么多东西，我竟然还能剩钱回去啊！这盲脉冲，没有那么关键啊，可买可不买吧。这个是能加多元分析进度啊，用处不大啊。哦，对，买点布回去，我们家里非常的缺布啊，因为皮都让我用掉了。
剩下的所有的钱我们都买布啊，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好，可以了，回家。回家一定要观察他一旦从那个方向进，就得改变他的进的方向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哎，新的恋情，哇，前尊上位了，这我本来没打算必定留你的，你这是上位了，你可以的，你真是心机 boy 啊，那不得不留你啦，那我给他改个名字吧。本来还心有犹豫啊，真的是。好，欢迎我们的第8个殖民者新西兰加入啊！哦，终于找到这个尸体了，这尸体跑到这儿来了，在这个人的下面。这个异常尸体啊，跑到这里来了。行，可以。我说这尸体丢了可还行啊？可以，在这儿就在这儿吧，问题不大啊，不管他。我们先把这个人救。你就枕着他吧，挺好的啊。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怎么样啊，等他发作的时候我们再说啊，应该留到下一期了。我们等到涉一涵回来啊，我们就结束本期视频。这一期也算是不少啦，处理了这个额外来的这个特殊的来访者，虽然没有给他留下有这个特殊技能的，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看看大家觉得值吗？我是觉得他好像不太值啊，他属性有点差啊，所以不太想要他。告诉大家了这个东西怎么来处理了。另外呢，就是把阵地没建好啊，但阵地快啊，阵地快，我们把这个阵地的位置弄出来了。那下一期一定要把这个阵地给它建完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讲了如何去更多的赚钱啊，如何利用我们的这个皮革啊赚更多的钱，然后贸易换来更多我们需要的资源啊。快来了啊，我们准备存档。从这边回来了，没有关系啊，不用管，那就这样。我们还多买回来了一个驴子。好的，那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哦，3连越多我们更新越快。下期节目更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